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靠着娃娃脸爆火，在圈内人缘好到爆炸，谭松韵究竟有什么魅力？谭松韵，她使人感到阳光，带给人温暖。从她那张充满笑容的娃娃脸，就像能驱散所有的阴霾。谭松韵在2018年春节原本应该是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，然而却成为了她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光。正当所有人都欢天喜地庆祝新年之际，谭松韵的母亲却意外被一辆失控的车辆撞倒在的。因此，由于救援不及时，谭松韵的母亲在23天后离世，永远地离开了她。然而，谭松韵的痛苦并没有就此结束。她在心痛如绞的时候，网上突然爆出了她和欧豪共进晚餐的照片，遭到大量指责和批评。她怎么还有心思约会呢？这不是一个好母亲的声音此起彼伏。原来，这照片是在元旦拍摄的，并不是她母亲住院期间的照片。然而，那时的谭松韵一心扑在母亲身上，没有精力去澄清这些混乱的传言，结果他的沉默被误解为默认，网上的谩骂也如潮水般涌来。谭松韵经历了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，在如此艰苦的情况下，谭松韵却依然保持着阳光和善良。提到谭松韵的好人缘，就不能不提她和魏大勋两人的一段孽缘了。当时的魏大勋可谓是个麻烦精。虽然凭借孟宴臣一角在传闻中的陈芊芊中爆红，但也背负了丑男、综艺咖的标签。你们可能不清楚，之前他和李沁搭档《我们相爱吧》真是受了不少委屈。有网友戏称他们为丑男美女组合，甚至有人批评魏大勋和李沁的搭配就像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。此外，连他的同行都对他的外貌颇有微词。影等人甚至质疑他是否真的毕业于中戏。面对众多的质疑和嘲讽，魏大勋的自信心受到了打击，与女孩子相处时变得极度不自然。偏偏节目组安排他与谭松韵来一场拜堂入洞房，这不就是在刁难他吗？魏大勋害怕自己又被人说是高攀，整个人僵硬无比，和谭松韵的互动尴尬得不行。然而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平时看起来有些社恐的谭松韵居然主动发起了攻击。他看穿了魏大勋的尴尬境地，毫不犹豫地主动跟他搭话，以他那灿烂的笑容和温暖的气质，一点一滴地化解了魏大勋的尴尬。更绝的是，在少数民族村庄体验传统婚礼时，魏大勋感到非常烦恼，脑子里一直想着炒 CP、丑男高攀等想法。谭松韵虽然被调侃，但她大大方方，毫不在意，这让魏大勋感到很惊讶。就这样，两个看似不搭的人因为一场假婚礼成了真朋友。节目结束后，魏大勋为了报答谭松韵的照顾，只要有合适的工作机会就推荐他。而谭松韵总是在魏大勋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站出来。谭松韵啊，谭松韵，你这么会来事儿，怎能不让人喜欢呢？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害羞的女孩，用自己的善解人意和真诚，化解了一个困难户的心结，还收获了一份珍贵的友谊。她是如此的善良，每当她的朋友需要帮助时，她都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。这其中的行为实在是友谊最难能可贵的品质之一。谭松韵也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，她的友谊实在是真挚的没话说。有次魏大勋参加一档喜剧综艺节目的录制，节目组的要求是邀请一位助演嘉宾，这事儿来得太突然，还需要在演技和形象上满足一定的要求，一时间让魏大勋犯了难。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挨个联系可能有空的朋友，然而结果如何呢？原来大家已经忙翻了，时间被安排得满满的。魏大勋快要放弃时，谭松韵二话不说就答应了，
尽管自己的行程已经是满满当当的，为了能帮魏大勋，他几乎是推掉了所有的事情赶到了现场，连续不断的帮忙排练。最后，两人的表演给观众带来了不少欢笑，节目圆满完成。可等魏大勋要找谭松韵吃饭表示感谢时，发现人家居然躲在一个角落里睡着了。原来谭松韵录完节目后，还需要马不停蹄地赶回去工作。谭松韵啊，谭松韵，你为朋友付出了这么多，怎能不让人心疼呢？难怪魏大勋会对你另眼相看，只要你说想去海边玩，他立马就答应带你去。每次我伤心难过的时候，他总是第一个出现在我身边，想尽办法逗我开心。在娱乐圈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，能拥有这样的友情是非常难得的。众所周知，娱乐圈为了争夺资源和名利，经常会出现各种明争暗斗。谭松韵的实际行动，让公众看到了真挚友谊的真正含义。很多公众人物，包括夫妻、朋友，他们的塑料友谊甚至更差的关系屡见不鲜。然而，谭松韵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友谊。谭松韵，你那股不服输的精神，让我们看到了你金子般的心。你用自己的真诚和善良，赢得了事业和朋友的喜爱。在娱乐圈这个大染缸里，谭松韵是个特例。她真诚待人，总能收获真挚的友谊。还记得之前谭松韵被误会不孝的事件吗？那个事件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，但谭松韵那时全心全意扑在母亲身上，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澄清。就在那个特殊的时刻，何炅老师在《向往的生活》节目中毫不犹豫地帮助他澄清了事实。何老师非常认真，他严格指出，这些时间都是不良媒体为了吸引关注而故意扭曲的。明明照片上的聚餐是在元旦，但有些媒体却偏要说成是谭松韵母亲住院期间。黄磊老师真是个妙人，听说谭松韵要来录制《向往的生活》，二话不说就把所有菜换成了四川做法。你要知道，黄老师平时对明星的态度是出了名的冷淡，而他对谭松韵的态度却截然不同，可见他对谭松韵有多上心了。每次谭松韵的新剧上映，朋友圈就会呈现出一片热闹的景象，各路好友在社交平台上为他加油打气，场面蔚为壮观。不过，咱们的说道，这些朋友这么护着谭松韵，肯定不是无缘无故的。TM 谭松韵的待人接物态度可以说是相当优秀，他对待朋友和生活总是笑容满面，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，也从未抱怨过。在这个充满关系复杂的娱乐圈，谭松韵用她的真诚和善意赢得了众多朋友，让人们看到了她的善良和真诚。谭松韵的人缘非常好，不仅在同辈中很受欢迎，而且圈内的前辈和后辈也被她的魅力所吸引。今天我们来八卦一下谭松韵和吴京、张子枫的忘年交。先来聊聊谭松韵和吴京，两人在合作电影时演父女，没想到在戏外也延续了这份感情。你们可能不知道，吴京这个硬汉一到剧组就变成了慈父，一直喊着我闺女呢找谭松韵。吴京是圈内的实力派演员兼导演，经历过很多波折，算是见过世面的人物了。谭松韵的魅力足以让吴京如此宠爱她。他们在剧中的互动和在剧外的互动都非常自然，就像真正的父女一样，默契度简直爆表。从花絮中就能看出，吴京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女儿。再来谈谈张子枫和我的友情吧。张子枫是个有名的害羞女孩，在《向往的生活》的录制中，她显得有点高冷。两人一碰面，气氛瞬间就不一样了，好像他们有着永远说不完的话题。出去玩的时候，张子枫总是与谭松韵形影不离。这两人的友情在娱乐圈简直就是一股清流。尽管年龄相差较大，但他们却能聊得来。
玩得开。谭松韵，谭松韵，你的交友能力简直太厉害了，无论是前辈还是后辈都被你的真诚打动。谭松韵在这个名利场里能够与各年龄层的人都相处得很好，她的魅力究竟是什么呢？是那张可爱的娃娃脸，还是她背后隐藏的真心呢？也许正是因为她不区分年龄和得失，始终真诚对待他人的态度，让她在这个圈子里收获了许多珍贵的友谊。首先，谭松韵的性格真的太讨喜了。她虽然有点社恐，但遇到需要帮助的朋友，总是第一个挺身而出。即使自己的日程已经安排得满满当当，还是抽出时间为大勋驻场。其次，谭松韵的处事态度超级圈粉。面对网络谣言，她选择沉默，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和生活。在母亲离世的悲痛时刻，她没有选择对那些造谣生事的人发泄情绪，而是独自承受，继续投入到工作当中。谭松韵的真诚和善良让人无法抗拒，无论是对待前辈吴京，还是后辈张子枫，她始终以同样的热忱和真心对待。这种不限年龄、不计得失的态度，使得她能收获这么多好友。谭松韵啊，谭松韵，你这个娃娃脸背后隐藏着的是一颗金子般的心。在这个充满争斗的娱乐圈，你用真诚和善良赢得了大家的喜爱。从魏大勋到何炅，从吴京到张子枫，每个人都被你的魅力所吸引。或许这就是谭松韵的独特之处，她依靠自己最朴实的真心，赢得了在名利场中的尊重和友谊，而非依靠耍大牌或炒作。这份魅力远胜于任何流量和咖位，尤为珍贵。